你知道是谁让你没有办法唱歌吗？然后我的画面就开始从我文艺复兴时期，我是一个歌手，我金发，然后我穿蓝色长的礼服啊，紧接着又是我就是发不出声音啊，喉咙长茧啊，发炎啊，因为那时候有念基督教学校，就说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干什么？圣母玛利亚你都没有负责任，谁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你就是真主。对，然后我就给他们呛瞎。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今天呢，非常的兴奋，可以邀请到2位重量级的来宾。我们欢迎小芬老师。大家好，我是小芬老师。还有大家已经认识的阿莎老师。大家好，我是阿莎。2位老师强联手推出了一个课程，叫做《声音与直觉力：唤醒灵魂的天赋，显化丰盛人生》。我记得我之前去上过小芬老师的课，就是叫做找回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也是在那个课程里面真的知道说，哇，声音是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么大。可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意识到声音是如此的跟自己密切的相关。对自我觉察越深之后，才会发现声音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以及非常灵性的存在。我知道2位老师在课程里面有各自的分工嘛，所以我想说老师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们认识你，然后也可以聊聊你在这个课程里面你负责教授的部分。我自己本身是帮助很多的艺人或是企业家的声音教练。那在身心灵的领域呢，我就慢慢发现说，其实声音跟心理跟灵魂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譬如说，我们声音的外面就有很多不同的情绪，你有什么样子的过去造成这样子的情绪，或是你有些惯用的能量，而你就可以开创你的未来。所以对我来说啦，就是阿莎跟我合作这个，感觉好像声音到底跟直觉力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就是因为从声音里面很敏感的去听跟去感受不同的人，而我就开启了我的直觉力。然后我基本上高龄透过我就是比较是负责开启直觉力的部分。其实喉轮除了表达声音，它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喉轮通往灵魂的天赋。健康的喉轮让自己的天赋啊或才华或者是生命想要发展出去的能量可以有所疏通，有所疗愈，有所释放，然后可以流动的。那像刚刚小芬老师有提到，你就是从事声音训练很多年，对。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你人生有没有什么时刻真的感受到所谓的声音的力量？我们比较好玩的是，我们要去帮演员建立他的声音。就是你今天演一个，以我来讲啊，演一个就是头脑常常放空的，然后做梦的小女生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轻飘飘嘛。那我可能身体的形状就会一直不停的往上这样子。好，然后如果说我是很务实的那种金主，就是来干阿玛哈，就是我的声音跟我的脚，对我可能就是会打开，所以我一直在协助别人找到身体跟声音的关系。所以像在课堂里面，如果遇到比较害羞的人的时候，他的锁骨跟他的横膈膜，它其实是畏缩的。那如果我可以协助他说，别人问你什么，或是别人其实没有为难你，别人只是在问你问题，你不要担心别人要挑衅你，你就要习惯我是一个有勇气的，我是很平和的，然后把线条这样一直抓出去的时候，你的个性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可以信任。所以我会觉得去有意识的使用，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是害怕，他是困窘的，他是忧虑，他是烦躁的，还是他是稳定的。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然后此时此刻的你想要变成什么，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 power， 所以它就是完全跟阿莎讲的显化，它是一直扣在一起的。了解。那顺着刚刚小芬老师的这个说法，我想问问看阿莎老师，你平常会做什么样的直觉力的练习吗？还是说我们通常在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跟直觉力的连接最强的时刻？我睡前一定会静心，我会花一些时间静心，然后其实我很早就睡觉，是因为我一睡觉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就会跟我的松果体一直连接，所以其实我蛮被动的，可是我知道静心是因为我想要维持自己可以在内在中心，因为我敏感，你知道我们比较敏感，出去外面其实都是分散出去，要收摄回来是要下功夫的，对。
那你可以帮我聊聊，就是你刚刚所谓的喉轮跟灵魂天赋这个部分。就比如说，我们都一直以为喉轮就是说话，可是事实上，像摄影师、大宝设计师，其实它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只是它是用幕后或不是用声音的方式。健康喉轮通常它的才华都是可以施展开的。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被开启，你开启去让自己纯粹化，或者是让松果体更稳定，而不是分散的接收各方面讯息。其实你看他喉轮就知道了，你就看他，如果他喉轮是闭锁的，他一定是想象天马行空多过于，所以他那个我们所谓的准确度，或者是可以落实显化的，当然就会薄弱。可是如果他喉轮其实是健康，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他是边走边学边创造。边显化，而且其实它慢慢就会进入顺流的创造。我觉得不管是人生还是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灵的探索，其实我们真的都是边走边学边做。可是重点是在做这件事情上，很多人会忽略了，很多人就边走边学边想而已，然后并没有去运作。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想要请教两位老师，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从来没有想过声音跟直觉力可以变成一个课程，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们两个决定联手做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设计？是有一天我跟纯玲就是跟新月负责人在聊天，我就说新月要不要玩一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们问小芬，但是事实上那时候因为我知道他评价很好，就是很多学员都说他的感知力很扩展，然后很敏感，然后直觉力很强，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应该就是会接受宇宙讯息来授课，所以其实我们提的跟拍好其实相隔2年，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下载东西，然后它也一样会开启，所以我们是同步在做很多事，可事实上最后我们还是各司其职，因为他的天赋就是声音，然后我的天赋可能就是比较是接收讯息，那最后我们就把它串在一起，然后就开始高龄才加入，所以其实并不是高龄给了我们课纲，而是我们一点一滴，我们用我们的天赋才华一起碰撞出来的。那最后结合，你看喉咙跟表达是相关的，对，其实它是属于一直接讯的嘛，所以你现场在拍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会真正讲什么东西。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哇，这个人的讯息呢，格局很大。这是我很在乎的，因为我很怕会有那种不同时代的小的格局去控制别人，或是给予框架。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他的讯息是充满爱的。就那2天的拍摄，在我生命当中占了蛮重要的位置，就是觉得还有一种感知是非常的启发，而且打开。就是我跟阿莎在共同解开这个。属于个案的各种状况，我们2个都用极大的爱去感知他现在的状况，然后去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在播出来，就是你在你们家的时候，它播出来的时候，它也会有频率会产生，然后那种频率有的时候不是你真的听见或者是什么，而是好像就带了我们去了一个更舒服、更流动、更自由、更舒畅的一种能量的模式。但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算是拍摄现场出现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据说小芬老师被阿莎老师传递的讯息给疗愈了，然后重新找回唱歌的勇气吗？我可以这样说吗？基本上，其实我看起来很震惊，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调皮的人，所以阿莎那天就是拍到一半，突然就开始吐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不太流畅，然后我好得意，我就想说好，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就是喝珍珠奶茶什么，然后晃来晃去的，然后后来大宝就叫我进来这样，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刚才的不舒服是跟我有关系的。后来他就开始接讯，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知道是谁让你没有办法唱歌吗？”然后我的画面就开始杀，就是从我文艺复兴时期，我是一个歌手，我金发，然后我穿蓝色长的礼服啊，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下面有好多观众，然后我好像鸟，你知道吗？就是很漂亮的鸟，就是当时的我就发出了很凶恶的一个念头，就说我如果有来生，我不要只有唱歌，不要只有唱出好像某一种大家认为很漂亮的音频，我一定要很真实的活着。然后紧接着又是我
18岁到22岁，就是发不出声音啊，喉咙长茧啊，发炎啊。因为那时候有念基督教学校，就说，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干什么？圣母玛利亚你都没有负责任，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会开始骂各方神明，然后我就说，谁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你就是真主。对，然后我就给他们呛瞎，然后他们就一直微笑。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想解答我。那我就一直横冲直撞嘛，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那个什么名言什么，关了一扇窗，然后就开了一扇窗，我现在被你关起来了，你最好能够开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学声音的 coach。那声音的 coach 很好玩呢，我们要弹很多伴奏，就是你要看歌手敬礼，你才可以敬礼。然后就是海报都是歌手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所以我从一个很娇的生物就开始学着要观察，然后看人脸色。那可是因为那些都是训练，那所以我就到现在我就会去感觉人家的呼吸，就真的去观察，然后慢慢的就去聆听这样子。后面到了尾端，它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协助所有很多的人站在台上，然后有金色的光流就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都可以这样，而每一个声音出来，它是对很大的广众。然后那个答案到最后就说，你去做了 coach 这件事情，你完成所有人的声音，所以你这个印记就被打开了。对，其实锁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啦，就最后一个画面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骂了这么多神明，就该骂的是我自己。然后我就开始哭这样子，他们就说你叫叫看，你叫叫看，你发出声音看看，然后我就让他发出来，然后声音就开始就像美人鱼那样，就开始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守护神就说，你发出你的声音不用再悲伤，你应该是要喜悦你的灵魂的这个转化。我就觉得我就唱的好像就真的很像这个金色的水波，然后好像就到就是当时我们录影的大家的心，然后就这样按摩，这样按摩，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所以你边唱歌边疗愈了自己，同时也疗愈了现场的大家。是这个课程里面，其实在直觉力的开启，其实也可以协助到很多人更了解自己，更深刻的去跟自己身体的，不管是你的喉轮也好，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心轮发不出来，所以他喉轮出不来。频道的大家应该有看过雪士达的第3集，阿雪老师传递织女心的时候，声音完全跟阿雪老师平常讲话不一样。不同的能量体或者是不同的讯息来到我们所谓的管道啊或通灵人身上的时候，它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我初期在通灵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那能量下来，因为我抗拒，我的心是不敞开的，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公诸于世，我是做这件事，所以那个能量就到这里。就像我们平常讲话，当我们用头脑或情绪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声音都在这里，这样一直讲。我记得 CD 高龄他在初期的时候，他透过我讲话，其实就觉得就是宅在这里，那出去的能量当然有限，但慢慢的随着我一个一个让自己疗愈整个脉轮，它可以进入我的身心，那能量就越来越厚实浑大，所以你会发现跟你20年前传讯一样是同一个存在，声音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真的就从这里面出来的。那我一直觉得从这里面出来的声音是更有撼动力的，那从这边出来的感觉就像小孩子还在试通灵。对，我记得我这样比较下来就觉得其实我声音变了。高龄在这个过程他教会我一个，其实你就放手接纳你自己现在的状态。那个放手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对我当时来说其实也不容易。就像织女星，你看到那时候其实我不愿意让它上升，因为我就一直说剪掉剪掉。但我其实要讲这个重点就是，其实真正的顺流是你真的放下接纳自己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然后不管它是好的坏的阴暗的或者是挫折的或成功的，因为你就是放手了，我不再是我不要。对。那小芬老师就是一样走到顺流，我想问你，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人在声音的运用上面是不是受到我们比如说环境啊社会氛围的影响，有什么可以我们再去push进去的？其实我觉得声音里面有很多讯息啊，有的人他会录音档给我，然后我会听得出来他家很窄，那家里的宽跟窄本来没有好坏，但是如果它窄到你的声音出不来的话，
然后我就会问说：“你家是真的，你录音不方便吗？因为你的声音都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哭出来了。那因为他们家没有他容身之处，所以那跟大宽跟窄没有直接的关系。后来这个人呢，他就跑去基隆的水池喷泉的旁边，所以我就会一直听到有喷泉，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开始飞扬。所以现代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要有效率的关系，所以我们都习惯露出厉害跟无情。接下来等一下干什么？就少了那个温度。对，所以我会觉得真正会制胜的声音，是因为你可以把自己接住，然后你也可以把别人接住。所以我会觉得我也可以开始听到凤凰的那种甜的声音，然后气息是很蓬松、很温暖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缺少的，因为现代人好像还在争我是谁，然后我是不是很棒，因为可能父母也没有那么给价值嘛。对，所以其实声音找到自己是谁，它是一个第一个 step。可是像你这样子愿意聆听，给予别人支持，它又是下面的一个 step。然后到第3个就是你会跟宇宙整个的各种频率你都会听得见，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漂亮的流动。其实最好的疗愈，其实真的就是放过所有的一切。你觉得谁对不起你，你对不起谁，都就放下，然后好像才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开始的机会。在放下之前，其实还要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可以拍拍自己的说：“哦，我觉得我现在不舒服，我知道我现在被欺负了。”哇，然后再回去看说，到底对方是什么状态，然后你是什么状态。我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欺负，其实是那个对方，他对他生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你只是其中一个。对，然后如果你可以体认到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做到凤凰刚才讲的那个阶段。对，声音的练习跟训练，小芬老师会在课程里面教非常多的方法去做。但在直觉力的部分呢，就是也会很想要问一下阿雪老师，就是我们常常粉丝都会跟我们说，哦，我就是个麻瓜，我听不懂，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通灵的能力，只是可能表达的方式不是像我跟大宝这样，或者像阿雪老师这样。其实像小芬老师，你一定也是有灵通的能力嘛，你会看见声音、听见声音，你的感知力什么？想问看阿雪老师，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高灵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天分，只是每一个人在那个过程的感知力不同。在我还没有通灵之前，是我睡觉前或洗澡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的时候，你的频率就会提高到一个你可以接收讯息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像开车，我也觉得很容易接收讯息。所以我记得跑步运动的时候，当我不是一直在想哦，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怎么样，当我愿意把我头脑暂时放下的时候，通常我都是可以有直觉的。就像比如说我哥哥，他可能不是通灵人，可是他们是医生，其实他们直觉力都超强的。因为我就看他没新闻，其实他们都是一直有很大力量在支持，然后甚至把知识，我就是更厉害，要左脑右脑同时并进，然后开药很多东西，他们其实是融合在一起。很多很优秀的科技人，其实他们都超级有直觉力。所以我觉得直觉力只是好像大家会以为通灵就叫直觉力，但是对我来说，你专注做一件事，即使泡个咖啡，你非常专注的，你灌注很多爱、很多支持，其实这杯咖啡就会变得就被活化了。其实对我来说，那就是直觉力。我觉得今天呢，2位老师的访谈啊非常精彩，所以这课程啊真的非常多宝藏可以挖。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反复的去学习去看。然后我们也会提供我们的粉丝专门的优惠，都会放在资讯栏。再次谢谢2位老师大驾光临，太感谢你们来了。但当然啦，我就会想要帮我们的观众，就是小小的请求2位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个别的小小示范？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很多人在现在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想说待会有没有机会请小芬老师教大家做一个喉轮的一个发声的一个练习。那阿雪老师的部分就是想要请你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直觉力的练习。为什么我想要请2位老师教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找到可以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请2位老师个别示范。我们来练习我很好这个练习。那你如果说
我很好，就是你过得不好，或者是我很好，就你快要被吊死了。不管你是忧虑，或者是恐惧，或者是压迫，我很好，它其实都没有把气送出去。所以我们先练习把气这样子送出去。那其实你这个气要出去呢，跟这个丹田是有关的。你可以在家里练习，好像每一次那个你会感觉到肚子有一个马达这样的一个 punch， 所以你在讲你的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呢，它就会呈现有一种张力的感觉，但是没有到那么用力，没有没有，它就是我好。然后接下来呢，你的这个上下的嘴唇你要打开，因为这样听起来是很带赛哈，所以你要打哈欠。演讲前或是要讲话前呢，自己找一个舒服的厕所或是一个空间香的厕所去做打哈欠的练习。我们来试一次看看哦。对，把你的这个嘴巴上下2个手指头伸进去，然后可以把你下巴这个地方呢做好按摩。所以这样放松然后呢把气带出来。我有感觉到那个威力了吗？那声音呢？这边有管子，你把它打开之后呢，你的上半的脸呢也会打开，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做喵喵，就是像那种很开心的，这个眉毛跟颧骨这边都可以打开，所以是好。你在讲好的时候不能够好。这个脸呢，很多人都会说我现在过得不太好啊，所以他的这个肌肉都会往下。所以我们刚刚试着3个字把它连接起来，我很好，好。然后在这个的中间呢，你还可以再多一个练习，就是你可以打开你的喉咙然后你会发出然后打开你的嘴巴，然后打开你的脸。所以你如果是这3个东西都把它锁起来，就变得然后你就会过得不好因为声音是喉轮是显化所以你要把2只脚张开，然后骨盆这边打开，然后你的胸到尾巴没气的时候呢，手还是要一直扩张。我们试一次看看它就是针对喉轮这个地方。再一次把气提起来，吸气吸。我们在最后要点做最后一次，丹田撑起来，然后气把它送出去到嘴巴，不能只有在喉咙这里。然后你的脸要打开，然后嘴巴要打开。最后一次哦，预备，吸气吸。当你的声音打开的时候呢，你的世界就会打开，然后你再说我很好，所有的好运都会掉到我们的身上。谢谢。开启直觉力的小练习，那高龄有教我，它其实是连接到其实一个圣地的存在，他教我们的。那其实它是一个种子音，叫做马里乌，它跟我们以前常听到嗡，其实有一点相似，只是嗡这个东西呢，它比较是有一点是我打开给整个宇宙，但马里乌比较像是他在练习松果体、活化松果体的时候，它比较是连接我们自己内在的神性，因为一下打开给更大宇宙，我们干脆就是在这2年，其实整个2025，其实整个地球晃动很大，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连接到内在神性，然后比较能归于内在中轴的时候，他们觉得高龄就跟我说，这样的开启活化，其实就是真的很单纯的建立在我跟我的神性里面的一个直觉力。他们教我的方式是，其实我在静心的时候，我用左手用这样的手势，然后放在眉心轮，然后我会唱马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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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乌，马里乌。刚才我们总共唱了9次，所以高龄说，其实369都是一种召唤。而这个手势其实就是让大家聚焦在一个比较收摄、比较保护的，然后也是聚焦在眉心轮。那马里乌就是一个我召唤我的精神团队，我召唤跟我自己内在神性有关，我带领我的一些存在，还有属于我现在，尤其今年最适合的一个能量支持。